我自己是目前只有遇到一次鬼。对啊，快点，我想听鬼。好。对啊，客人精彩的故事也很多。那个老外怎么把掉了？到底在做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今天又来跟你们聊航空业了。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说，我很多同事都会离职嘛。其实离职的人最多的人就是从日本航空考回台湾的国际航空。所以呢，我今天就邀請了我在日航的同期，然后又是跟我同班的好朋友，跟你们一起聊聊从日航跳到国际航空的心路历程。那我们欢迎 Penny， 耶！好可爱。这是我们以前日航出的海豹娃娃，它是海豹吧？对，然后那是新制服，这个是旧制服，小只的，还有声音。然后这个其实没有对外卖耶，哦对，只有社内组员可以买到的东西，而且它已经卖完了，没有了，已经绝版的意思。绝版了，对，绝版了。好，那 Penny， 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Penny， 我是 Vivi 的同班同学。我跟 Penny 是2019年的时候一起进日航的，对，我们在公司一起相处了6年。你是去年离职吗？去年10月离职，我是今年9月。像我就是裸辞，我直接离职。那 Penny 是考回台湾的航空公司。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从日航离开？我当初会决定要考回台湾的航空公司，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外商公司的班表结构会让人很难兼顾家庭跟生活。你要顾家庭吗？就是结婚之后会有这样的考量啊。可是在日航不是可以休3天？可是因为日航所有的国际线都是你必须要先飞一段到日本，然后再从日本出发，譬如说飞往美国或者是飞往东南亚。所以一趟飞出去，基本亚洲班的话会是5天。可是如果你要飞美国线的话，那就会到7天。所以你1个月的班表，就像我们之前就是可能你1个月就是会有一个7天班回来休3天，然后又出发飞一个5天班回来休2天，可能又飞一个7天班，所以就变成你真的1个月在台湾的时间会很少。如果是有家庭或者是计划走入家庭的人，就很难兼顾家庭生活。哦，那你现在在你们公司有办法顾家庭吗？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当天来回班，很像农夫一样，就是可能你早上凌晨2、3点你就要起床，然后梳化，5、6点的时候到机场报到，5、6点到机场报到之后，你就是去飞一个当天来回班，所以下班的时间大概就会在下午的3、4点，那不错，晚一点的话4、5点。那我蛮好奇的，为什么你会想当空姐啊？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想当空服员，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这应该是蛮难考的，但是我爸爸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业，他觉得第一个你可以旅行增广见闻，第二个因为我本身是念外文系的，他觉得这个工作可以结合外文能力，再加上收入以现在新鲜人来说是还不错的，所以就一直 push 2个小孩子都来考航空业。所以你妹也是你爸爸 push 吗？应该姐姐是他的偶像之类的，所以他就是看我进航空业之后，他也觉得一起姐妹都是空服员。我蛮好奇，你觉得日航跟台湾的航空公司的差异大吗？制度上还有文化上面？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刚回到国际航空的时候，其实有一段蛮长的撞墙期，因为我们在日航已经待了5年多了，就其实对于整个服务流程一切来说算是驾轻就熟。但是你回到国际航空，第一个你要从零开始，所以你必须要先当最小的学妹。哦，从学姐变学妹了。所以我们在日航的时候也是学妹。第二个是我觉得日本人是非常暧昧的民族，就他们讲话都非常的委婉，又很委婉。但是回到国际航空的时候，因为台湾人个性很直来直往，学姐下的指令也都会很清楚，有时候说话也会蛮直接。比如说，我自己是目前只有遇到1次鬼，就是遇到1次可怕的学姐。对啊，快点，我想听鬼。你想听鬼吗？快点说鬼。就是那个时候是我才刚结训完，结训之后上线飞会有大概1个月的考核，每一趟学姐都会帮你打考核，这是我的最后一个班。在做完服务流程之后，我就在厨房整理一些东西，然后学姐就走到我旁边来，学姐就说：“你是前组员吗？”然后我当下想说，我也不可能说谎跟学姐说，哦，我不是，我就说，学姐我是，怎么了吗？然后学姐就说，你以前飞多久啊？我就说，学姐大概5年多这样。
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从外家过来的，你之前在那边是学姐，你来这里就还是学姐，你还是最小的，你要从头开始。你知道学姐都感受得出来，你对学姐很不耐烦。然后我当下就是真的很震惊，因为我是那一趟最小的，然后那一趟他还要帮我打考核，所以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可能对学姐流露出不耐烦。再加上我们是从日本公司回来的，我们非常非常会伏低做小，所以我当下真的很震惊。我就跟学姐说：“好，学姐，我知道了。”可是我后来回家都想很久，很想问学姐说，我做了什么让她有这样的感受？让她觉得但这是我跳槽到国际航空之后第一次萌生出觉得很后悔的念头，就是就算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当你遇到不好的人的时候，他想要伤害你，对他来说，因为他的年资摆在那里，就是那么轻而易举。就是他有可能没有理由的就对你发脾气，或是对你讲出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话。但是我们因为很小，我们不可能顶嘴，因为我们如果去解释我们的想法，就会被对方觉得我们在顶嘴。对啊，这种感觉就很蛮。那是唯一一次我那个时候非常想离职。那你那时候怎么跟他说？你就跟他说我没有这样吗？没有，我就跟他说学姐，对不起，我知道了。好卑微。对啊，不然你也不可能顶嘴。而且他是在就是 Gally 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 Gally 除了我，还有非常多的学姐在那边，就是而是他在所有的学姐面前直接这样子跟我说。所以我当下是很惶恐的心，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帮我自己辩驳，我就只能说哦，学姐好，我知道了。这算职场霸凌吗？可是，在日航都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日航的轨又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在飞每一趟航班都会有2个台籍组员一起，你只有台湾的学姐跟你，所以你们2个有点相依为命的情况在，所以其实不太会遇到学姐故意要针对你，或者是故意要欺负你。而且台籍组员只有100出头个，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互相认识，然后关系是很密切的。我觉得在日航遇到的鬼比较多是日本人，你有遇过日本人的鬼吗？有啊，我跟芊芊遇到同一个。我要听。他那时候就是针对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刚回去飞没多久，因为我们中间太漂亮吗？不是吧？然后就是我们，好，剪掉。那时候是飞美国，我就觉得说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那时候要登机，我被叫去商务舱帮忙。帮忙完之后，他们就跟我说，那 OK， 那你可以回去经济舱。我就默默的走回去，就在那边，东西也都收的差不多了。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站在这边发呆，你可以来帮忙吗？就想说，可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做的事情，这样。他就是纯粹想要针对我这样子做事情，可是我就觉得事情都做完了，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我做什么。后来呢，就是他会针对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对我态度蛮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黑色的小盘子，然后上面可能会铺白色的纸放上去，就可以放那个饮料杯。然后我就拿那个小黑 tray 要放东西，然后他就念我说：“你那个小黑 tray 上面怎么没有放白色的纸？”然后他就说：“你不知道这样子很脏吗？”因为那个纸是公司会搭载上去，可是有时候那个纸就是不够，然后他就说你没有放白色纸，那东西就会很脏，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其实很多其他组员，有些人也没有放小白纸就拿去用了，因为你最菜啊。可是有另外女生跟我差不多，可是她日本人，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她可以对我凶这样子，而且她态度蛮差，她不是提醒我说，你记得跟你说吗？她用日文，但是又加一点英文，因为我就是一脸听不懂的样子。然后就其实日本人他们会特别欺负那种听不懂日文的外国人，欺负过我另外一个同事芊芊，对啊，他怎么欺负他一样？是类似，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有一次跟芊芊吃饭，然后聊天聊到同一个人。对啊，然后我就说，那欺负你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须藤。我说靠，跟欺负我那同一个人呢。然后我就大傻眼，就是刚好是同一个人，超会帮须藤打码吗？不会。然后芊芊她气到上去他的脸书，然后查他的名字，然后就查到那个人 FB 吗？对呀，是年纪很大的人吗？也没有年纪不大，应该将近30而已，蛮年轻的。因为我就觉得他就针对我，我说我做错事他可以跟我说，可是因为他那个态度让我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就敷衍的也很不耐烦的回他说OK 这样。哇。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想说我是外国人，竟然还反驳他。我还没有跟学姐讲过 OK。然后他态度太差，我不行，然后他就气到说 Oh my God， 然后他怎么回应我，然后就走掉。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我被欺负真的一定要顶嘴顶回去？对，因为日本人非常怕坏人。对，如果你对日本人凶回去，他就不敢再欺负你了。真的，我在日本公司还没有遇过坏人呢。我就遇过那一个，其他目前大部分的日籍组员都蛮好的。对，大部分都不错，只是我们还小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想要教你的人。
你好委婉哦。对，我之前做厨房已经算是飞机上蛮辛苦的一件工作了。整个厨房在出完餐之后就会有组员餐，就是组员要吃的饭。然后那个日本人就过来跟我说：“你不知道组员车外面要贴 CA meal 吗？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组员的餐放在哪里。”我想说，大家真的是会自己去找有时间多做当然很好。可是那个时候才刚做完整个服务流程，我真的没有像他那么闲，还有心情在那边贴那个 CA meal。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出一张桌说，你那边东西还没有收，我就觉得你有时间，但是你有时间，你不如自己去做。对呀，还爱抱怨。但其实我觉得，虽然组员跟组员之间的鬼故事蛮多，但其实我觉得客人的鬼故事也蛮多的。客人精彩的故事也很多。对，你有遇过什么吗？是我之前有听学姐分享，他们是飞美国班回到日本，芝加哥起飞回到羽田。因为我们是用777飞这个航程，777的商务舱的那个包厢是非常有隐私的，尤其是如果你是坐靠窗的位置，四周几乎都挡住，看不到。对，然后他就想说，那个老外怎么把裤子脱掉了？到底在做什么？就是一对夫妻，然后在他们的位置上进行非常亲密的，就是头部运动。然后学姐就马上飞奔回厨房跟大家分享。我好像有听过为什么别人上班都比较好玩？我之前遇到的是经济舱的倒数第2排吧，然后窗边是一个日本女生，然后隔壁坐一个印度的男生，你是女生，我是男生，然后那2个人拿那个外套，然后帮盖起来，然后头会这样子有一些移动这样子，然后主人就想说，因为看资讯那2个人不是同行者，然后女生年纪又偏小，好像不到20岁，女生看起来是愿意的嘛，因为女生有在笑，所以主人就觉得说应该去就故意靠近他，问他说，有没有要喝点什么饮料这种的，去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在看你哦，这样子，好想看，这可能亲嘴，你们也要过去关心，就是可能客人如果看到观感不好，所以主人要去阻止。我遇过就是一直牵手的，就他们2个坐在，他们2个中间是一个走道，然后我一直经过，因为我在一直放开，就要一直说不好意思 ，excuse me， 然后他们2个就会放开，我一走过，他们就会牵起来，感情这么好，整趟大概牵手大概30-40次，位置的关系不能坐一起。我们有问说要不要帮他们2位就是换到后面去坐在一起，可是因为那个女生是跟她的家人坐在旁边的，就是她坐在她父母旁边，但她从头到尾就是一直跟她男朋友这样搓手，我们想说应该是热恋期，对，很可爱。那我蛮好奇，你觉得日航的学姐学妹制算严重吗？我回国航之后，每一个学姐发现我是前组员，都非常爱问我这个问题，就说你是从日商过来的，你们的学姐妹制应该很重吧？然后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回想，但因为其实我也才离职1年，但我真的觉得还好就是譬如说帮学姐按电梯呀，对啊，这算小事情。飞台日线的时候，最小的人要做中文广播，上计程车要先帮学姐签名。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算是习惯了，算是举手之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还好。而且我觉得日本公司的学姐，他们是真的很照顾学妹。之前飞早班，然后学姐就会从她家旁边买肉包来给我吃，或者是有时候在外站的时候，姐都会请我们喝饮料，拿一个小饮料送。对，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做到学姐应该要做的事情，照顾学妹。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如果跟这样子很好的学姐一起飞，要我为学姐做这些，我自己是蛮心甘情愿，也愿意这么做。所以我自己想起来是觉得还好。我自己感受上也觉得还好。回到台湾的航空公司，会觉得更没有吗？我觉得有因为我们之前在日商的时候，我们只会秀职级，譬如说你是空服务员，我也是空服务员，那你是经济舱组员，我是经济舱组员。可是国航会知道，譬如说你会知道学姐的原编在你前面，或者是学姐进公司的受训的年资会直接秀在系统上面，所以你就会很明确的知道谁是学姐，谁是学妹。可是以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除非你去问日本人，你才会知道说谁比较资深。对，因为其实日本有些人虽然他年纪很大，可是他中间如果有一段时间去生小孩，比如他进公司6年，但他3年都去生小孩，上面秀的那个编号其实还比我们还要小。对，就以前会不知道谁是学姐学妹，但是回到国航一看就知道，会马上知道谁比较大谁比较小，所以不管是拿房卡或者是说领行李啊，就是会让学姐先选。是做厂长可能先去签拿房卡。对。但日航好像还好一点，因为日航没有一定要，就大家就是乱签一通，大家会那边说大家很爱假装走，你先。对，然后我就直接往前冲了。台籍组员就是这样，很做自己，直接先拿。OK，
OK， 那我就先签喽。对，很多人都说为什么空少这么少，但日航是真的空少偏少，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主管比较喜欢女空服员，新的长官上来之后才开始，但我觉得需要航空业需要男性，一架航班阴气太重，真的就是不好啊，就是自古以来都需要阴阳调和，所以我懂。你看一架飞机只有机头氧气很重，后面就全部都是女性，有女人的地方就是。但这个职场蛮女性友善的耶。老实说是不管是在生育、请假，或者不用担心说你怀孕了、生完小孩回来之后你工作没了什么的，你工作没了会被取代，因为这个行业就是真的60%-70%都是以女性为主。我也觉得是一个优点。对，这算是一个蛮好的福利。那你们现在公司男生组员多吗？我觉得算蛮多的，越来越多，真的蛮多。有时候一个航班可能后面反而女生比男生少，也是有可能的。真的哦，所以几乎是一半了吗？男女比还没有到一半，但是的确你可以感受得到男性组员慢慢在增加，大概几比几？10个人里面会有大概3个男性组员，然后7个女性组员。因为日航大概是10个女生，也只有1个男生。飞5年，我只跟男生飞过2次。我觉得很多学长都很可爱，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有少女心的一面，对。但是也有真的很壮，就是整个制服就是都快要很崩，快要爆掉的。真的假的？对，就真的学长都有在做重训。那你觉得现在回到台湾的航空公司，薪水跟日航比起来有比较好吗？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们以前的薪水很大的一部分是领日币，然后因为现在日币的汇率真的很差，所以其实整体算下来薪资是没有很大差异的。再加上我们的飞时算蛮低的，我有一次班表开出来哦，37。那是因为你有，我没有连休，没有，我就是开出来，然后就6个来回班，完全就6个来回，就6个来回。我还蛮喜欢来回。然后我想说，哈，37个小时，我这个月还要不要赚钱，还要不要缴卡费？然后我就还打去办公室说，我想要上多一点班，怎么只有飞37个小时？可是因为在国际航空，其实它都是有最低的飞时的保障，所以你不可能班表开出来会有37个小时。最低你们保障多少？每一个月其实不一样，但是最低你只要没有请假，我记得只会有60个小时的保障。60，就是如果你没有飞到60，你也会有60个小时的薪水。对。那你最多是几个？大概93、94。那很累耶？不会啊，不会吗？93不累吗？我自己是蛮爱上班、爱工作的人，所以我觉得爱赚钱，所以我觉得爱赚钱，我觉得不会很累，我可以飞90。我也算是因为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才决定从日本公司回来国航，因为我就觉得飞时可以再更高。我那时候在日航，讲最高标，但不是每个月都这么多，好像到8万2、8万3，差不多，就加日币差不多。因为我算过，因为现在日币汇率是0.20、21左右，如果现在汇率是0.28，那可以到9万。对，差不多领8万，大概飞时会是在80出头，可以到8万。但是因为我记得日航飞时上限是90个小时，所以等于你8万多就是碰顶了，除非升迁，对，很难。那你现在在国际航空飞到90小时的话，薪水有机会到10万吗？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空服员月薪就是10万。就是如果你飞90个小时，可是如果你都是飞一些来回班，没有外站津贴，你的外站津贴就会很低。可是如果里面有一半都是什么欧美线，那你的外站津贴很多，就有可能可以领到9万到10万。那其实还不错，所以还是看你的班型。可是因为你可以换班，跟你可以选择要飞什么样的班，所以我觉得比起在日本公司，你的薪资更能够自己去掌握，对对对，比较有弹性，不像你在日航就是班表开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没错。你回到台湾的航空公司会后悔吗？我觉得如果说当初进日本公司是圆梦，那我现在回到台湾的航空公司，就是因为现实的考量、家庭啊、自己的职业规划，所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自己原本已经很熟悉的环境跟相处很好的同事。因为我觉得要放弃这些，其实我自己当初挣扎蛮久的。我们同期之前的感情都非常好，真的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他们当初是我要离职前最大挣扎的点。我以后再也没有办法跟这些好同学一起在外站一起飞。你回到国际航空，你要重新受训，然后你要从最小的学妹开始做起，慢慢累积你的年资，年休也有很大的差异。我当初离职的时候，我年假已经有快要20天。对啊，我也是这样，我回到新的公司，我现在满半年才3天啊，跟着劳基法走。我觉得最后悔的点应该就只是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跟一
前的同学一起飞。哦，就你现在有新的同学？对，你现在有新的好朋友，有新的朋友，喜新厌旧了？我没有，他们会觉得被背叛吗？不会，我还是会爱你们。有时候我滑 IG， 然后就看到还在职的同学在外站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原本我应该也在那里一起的。对对对，然后我每次走在机场，只要旁边是停日航的飞机，我都会忍不住就拿手机出来拍。如果有走经过那个日航办公室，我也都会忍不住想说，看会不会遇到认识的同学，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间航空公司，所以内心其实抱持着非常大的感激的心态，跟我的好朋友都还在这里。怀念的感觉。对，我不能说这是后悔，可是因为现实的考量，我不得不选择离开。那你会觉得在台湾的国际航空飞的比较多，比较容易生病吗？因为我自己是飞多就容易身体变差，一直飞长班，就是飞欧美线都必须要熬夜，而且国际航空好像都是晚上才出发，对，所以那个很多感觉蛮累的耶。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这个月也是吃了快要3个礼拜的抗生素，就是因为我飞了一个长班，回到台湾之后一直不停的痰都是血，然后我在飞机上擤出来的鼻涕全部都是红色的，然后又有一点发烧。回到台湾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容易快好了，之后又接飞另外一个美国的长班，然后也是来回都是熬台湾的晚上时间。一回到台湾一落地之后又整个不好，然后又腮腺炎，然后就整个腮帮肿起来很像猪头，然后又没有办法吃东西，一直吃抗生素。我觉得其实是蛮容易生病的，而且飞机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皿，大家就全部关在那个机舱里面10几个小时，然后一直咳嗽的咳嗽。就客人如果生病，他如果没有戴口罩，他一咳嗽，对，你就很容易被他感染。我看到那个网络上很多人在我下面留言说，空姐这个行业真的很操嘛。但我觉得最操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调时差。要睡觉，可是我们却要工作，那个作息的混乱会让我们身体更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之前就是只要生病的时候，在日航算蛮好请假的。如果生病你会请假吗？还是你还是会去上班？目前没有请过假，你全请呢？对，是因为身体状况还 OK 这样。第一个是身体状况还 OK，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过得开开心心，比较不容易生病。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你开心，然后你就吃的很多，睡得很饱，然后拉的很多，你就比较不容易生病。睡眠充足很重要，因为我飞长班之前，我都会尽量睡到12个小时。因为我之前也是曾经是准备要去上班，然后又是在开会，准备讲完之后大家要一起出发去机场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感觉好像身体烫烫热热，我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那一趟是飞夏威夷。我在第一段服务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感觉腰酸酸的，身体有点没力，然后我就觉得好不舒服，我就先坐在 jump seat 上面休息。组员经过就说，你还好吗？怎么坐着？他们就有关心我，我说我觉得身体有点不太舒服。降落到夏威夷，整个人越来越不舒服。跟我一起飞的学姐有给我药吃，但是我吃完药还是完全没有好。我那24小时都躺在床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出门，我就吃自己带的那个泡面，就乱吃。你就已经生病了，然后你还吃泡面？我觉得我走不出门，我就整个人就躺在床上，我没有办法移动我的身体。我洗完澡就赶快睡了。那你有发烧吗？带回程的时候好像有座舱老师问我说：“你有办法飞回去吗？”但我就觉得，我如果说我没有办法飞回去，你就会觉得有人要顶替，对啊，有人要顶替我吗？还是硬撑着去帮忙一下？可是其实我回程的第一趟，我服务到一半，我整个人坐下，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再走路，就是全身都不舒服，肚子也痛，然后头也痛，整个人都没有力气。然后座舱长就叫我赶快上去帮睡觉，我就休息了一整趟。你的座舱长人也很好，超好，他就让我睡整趟，到下降前要回来坐着。回日本的时候，我就有去看日本的医生，然后他就说好像有发烧，最后是跟公司申请死头回台湾这样。那一趟我真的目前病过最严重的就是在飞机上。我有一次也是，而且我觉得我好像是得 A 流，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在发烧，然后我还打免给力，然后呢，但是我有忍住，我也没有让学姐知道这件事情，是一直到后来真的烧到38、9度，然后学姐就说哇你这样子真的蛮严重，然后就一直吃退烧药把我压下去。回到日本，因为那时候疫情还很严重，他怀疑我确诊，但是因为那时候回日本确诊好像是要隔离，可是我接下来而且发烧不能回台湾，那时候我接下来回台湾结婚，我就很怕我真的确诊，然后我就一直跟办公室说我不行验，对，我要回台湾结婚，然后他们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去验，好险后来不是确诊。所以你是在日本验的吗？都在日本验的，整个在日本躺了2天就起不来，一直在发烧。我懂那个起不来的感觉，就是很气自己，说大家都在下面忙了，然后我还躺在那边，而且我眼压超高，就是觉得眼球要爆炸了。天哪，超级严重。在飞机上生病真的是，我觉得比在陆地上还要更不舒服。而且如果起飞降落，你的耳朵可能会很痛。就如果又有中耳炎的话，对，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就是每次如果有一点小感冒，在飞机上还没有耳朵堵住过。
千万不要。真的。我觉得其实你要请假没有不行，但是就是你会担心你自己请假之后的考绩会不会就不好。老实说，这件事情应该在每一间公司都有可能会发生。如果你请很多病假，你就会担心你请假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你之后的考绩，甚至你请假，你可能就会害别人被抓飞你原本的航班，会有罪恶感，你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请假之前，就是你自己心里会有蛮多压力的，会想很多。请假他突然被抓，那他是不是临时有事情？我是不是影响到他？是不是我去飞，大家都完全没事？而且我们以前在日航的时候，我们才100多个台籍组员，所以谁请假，大家都抓谁飞，马上就知道谁生病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真的超不好意思。对，那日航没有这种考绩的机制。日航请病假考绩，反正我在日航考绩本来就偏低啊。我觉得我再怎么请病假，考绩也不会比较高。我觉得在日航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好像没有可是我很爱赚钱，所以我就尽量想要去上班。对，你是爱飞的。对。那其他待在日航的人，他们对考绩重不重视？看人吧，想升迁就会重视啊。像我这种躺平族就不重视啊。因为考绩又没有影响薪水太多，就多几百块而已啊，还好吧？差很多。好像差很多，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年终。就是如果你的考绩是落在比较后面的趴数的人，你就会比别人少领蛮多钱。可是以前在日航，我觉得算是一个好处，就是它起头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年终奖金，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说，哦，我真的身体很不舒服，那我就请，反正不会影响到太多。对，我觉得老实说有利有弊因为如果我怎么请假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年终，那我真的就我就想请就请。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制度是日航有小组制度，一个座舱长下面会带组，所以如果你请假，你的组长会关心你说是不是你最近健康状况真的很不好，你也会有压力，变相的你也不敢真的请得太夸张手请。其实我觉得日航后来呢都一直宣导，你只要身体不舒服，你就不要来上班了。因为你在外站请假，他还要把你送回台湾，对公司来说更麻烦。对，所以我觉得日航这点还蛮好，他不会不让你请假，你只要说你不舒服，你就是很正当的不要来上班，因为你身体不舒服还来上班，就是影响到跟你一起飞的组员。对，而且你可能会传染给客人啊。对啊，或是组员。但是我觉得航空业本身比一般的职业更容易生病，然后你又要熬时差，所以我觉得身体调节能力要蛮好的。如果你坐办公室每天戴口罩，作息规律，不会一直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对，然后从各国来携带不同的病菌上来的人。我印象蛮深刻的，之前好像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带一个学妹，那个学妹好像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情，小事情而已。然后那学妹就很紧张的跟我们同事说：“学姐，我会不会被扣薪水？”我们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在日航没有这种事情，不会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就被扣薪水。就是你今天做错一件事情，公司的保护我没有跟你 double check， 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大家没有一起帮你做确认，所以才会有错误发生，所以就大家一起承担。但国际航空是免税品卖错或者东西不见要自己去赔，对，所以你就要非常小心。那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值得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健康来做牺牲换取这个，所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可以赚更多的钱。对，耶！因为我觉得Penny就是一个还蛮乐观，到哪都开心的人，不内耗，心情不好就想办法转移注意力，譬如说花很多的钱。你是这样子吗？对，然后就买东西犒赏自己，因为只有自己才会是最爱自己的人，所以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加倍的对自己好。每个人有不同的抒压的方式。感谢Penny跟我们聊航空业的故事。如果呢你是面对转职，或者是未处在人生的交叉路上，或者是其实对考航空业有兴趣，希望今天的资讯都有帮助到你。再次感谢Penny，耶，谢谢，拜拜。